What should we do if our stone furniture is broken? This video shows 3 detailed step-by-step cases on stone repairing. If you follow along, you may become a repair expert. 这么大，给我脸都大。 Case 1. Broken marble table. Step 1. Round filling. Step 2. Sanding. Step 3. Background coloring. Step 4. Texture drawing. Step 5. Spray glaze ceiling. Final result. “只要几分钟，我要把那块砖头变成镜子。” Case 2. Turn a brick into a mirror. 首先用1号打磨片给砖头蹭2下，把它磨平。接着来点贝质打磨剂，抹均匀，把那个表面空洞修补起来。随便打磨2下，表面摸起来滑溜的，不恪手都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个加固剂，提升一下硬度。那个可不是浇水啊，懂得地面固化的朋友都知道，加硬剂渗透进基材后硬化，提升表面硬度和密度，打磨后非常的亮。等几分钟表面干和牢不沾手，都可以继续。接着我们继续来用2号磨片打磨，2号是细磨，要把未渗透的材料打磨掉。打磨后表面十分的细腻光滑，那样的亮度已经很好了。不过我还要更亮一些，3号、4号随便打磨2下都行，那样打磨后表面非常耐磨，不起灰不起沙，还能防水防污。4号打磨后亮度非常的好，跟那村头老奶奶住的石头凳一样光滑，那叫纯物理抛光。兄弟们，那是不是非常简单？你们学会了吗？没学会的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一起学习进步。错位的石头拼接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了。Case 3. Quartz stone splicing. A restorer pieced together a misaligned quartzite cooktop and shared his experience in detail. 首先，要把错位重叠部分切割掉，对准位置。接着，我们要给2块板的连接边缘做超化处理，以便于下一步交粘时增加粘度。切割完后，台面的灰尘给它清理干净，把2面板对上。如果对不紧密，底下还要修一下。板的侧面中间，我们给它切一刀，这样只是为了胶水粘接的更牢固。然后我们把台面掀起来，底下打一点胶水固定。要是你的台面底下平整度非常好的，也可以不打胶水。打完胶水之后，
我们把拉紧器的长度给它调整好。调胶水也是一个技术活。如果你这个胶的颜色调得跟板的颜色非常接近，这样的胶水在干透了之后，我们给它打磨出来，它这个胶线是不明显的。拉紧器把两块台面拉紧了之后，我们要把接缝处一定要对平整。等胶干透到指甲扣不动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打磨。在打水磨的时候，我们上下移动的速度稍微均匀一点。打完水磨之后，我们把台面给它慢慢的吹干。干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接缝泛白比较严重，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把修复剂均匀的涂抹在泛白的地方，然后我们拿抛光膏配合调速抛光机，把原来泛白的地方慢慢的给它抛出石板出厂时的那种亮度。抛完之后，这种物理亮度和原厂出厂的亮度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也喜欢抛出这种亮度和做出这样的工艺，可以留言跟我讨论，分享你的想法哈。而如果你点赞并订阅本频道，我们就会有动力做更多修复好视频分享给你们了。